你能不能配合一下？不就一块吃顿饭吗？你帮我应付一下我老板。让我假装看不出来那是曹大人的小三儿，是不是？哎，还忘了给你们介绍了，这位是胡小姐。胡小姐好。你忘了，盛总我是见过的呀，上次在李董那个饭局上面嘛。不过盛总太太我倒是第一次见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我太太沈慧静。想吃什么你点吧。你想吃什么？正常吧。你想吃什么？正常啊。真好吃。吴小姐这镯子是新买的吧？经典款就是好看。谢谢，我是比较喜欢经典款，看来我们的审美很像。女人审美就是比男人好啊，我就看不出来是不是经典款，尤其是摆在橱窗里，感觉都差不多。你得进店里给我买啊！你要说你进去给我买礼物，那柜台的服务员肯定就告诉你了，哪个是经典款，哪个不是，这可经典了呢。哈哈，说的不错。这个男人和女人啊，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，结果会有很大差异的。你看，比如女士们关注的就是这个品牌的设计款式，你我更关注的就是这个品牌的资金结构。好啦，别说什么资金结构了，先来关注一下这菜的口味吧。哎，盛太太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菜不合你口味吗？曹总，哎，您女儿今年多大了25了，读研呢。优秀。上次我在球场跟曹太聊天，一提起您的女儿，那真的是满脸的骄傲。当然了，我也特别佩服曹太。说起孩子啊，我觉得比投资难多了。这投资等到时机成熟了就可以退出获利，但孩子不一样，孩子永远没有退出这一天，就更谈不上什么投资回报的事儿。就拿我女儿说，到时候指不定被哪个傻小子给拐跑了。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您女儿将来也能找到像盛总这么优秀的男人呢。谢谢胡小姐。我倒是希望我女儿自己优秀，自强自立，不要为了背靠大树而成为男人的附庸，那才是真的悲哀呢。是不是，老公？哎，胡小姐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您今年多大了？哎呀，我就胃突然的胃疼。江川啊，我看你是急性肠胃炎，赶紧去医院吧。是吗？嗯，你赶紧带我去医院，快！好，快来，快！走了啊，曹总。好，抱歉，你慢慢吃。好。沈慧清，你站住！你坐那，咱俩聊聊。刚好，我想跟你聊聊呢。来吧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不光想跟我离婚，你还想把我饭碗一块砸了。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？啊，你以为你是正义的使者、真理的化身吗？人家曹大人有小三儿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，曹太就不知道吗？他当然不知道啦，就是这么多像你这样溜须拍马、趋炎附势的人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谁告诉他呀？太可笑了，人曹太自己都睁只眼闭只眼的，你在那儿瞎评判什么劲啊？说什么女性觉醒，但是有人就是想睡着，人觉得挺好，那是人家的自由，你凭什么敲锣打鼓非要给人弄醒，跟你一块儿游街呢？
你是独立女性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就没有一本书告诉你，不轻易评价和干涉别人的生活，正是一种基本素养吗？我没有评价别人的生活呀，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态度吧。我跟人曹太聊过天，人家也是高知，也是留学回来学金融的。你看看他为了曹大人放弃自我付出的这20年，换回来什么了？所以我选择出去工作就是对的，我就要实现自我价值。我怎么可能依附在你这样的人身上呢？他是曹大人，我是盛江川，你凭什么认为我就是他那样的人呢？就凭你刚才那态度啊！你真是什么都不懂你。我不用懂，我懂你就行了。就在你的个人利益面前，什么道德良知、是非黑白都是狗屁。曹大人有小三儿不重要，只要别影响你的前途。我为了家庭放弃我的工作不重要，只要别影响你的前途。你缺席孩子的成长那就更不重要了，反正别影响你的前途。行，打住！我今天没法跟你沟通。咱们就不用沟通。我跟你说，盛江川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让所有的事情朝着对你有利的方向发展。一旦你发现对你没有利了，就比如说今天吧，我没有帮你应酬你老板的小三儿，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这副被触及了利益、气急败坏的样子。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既不了解社会，也不了解我。像你这种刺儿头，就得多吃几次亏，才能被社会给磨圆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你已经被磨圆了呗？磨圆了那就好滚了呀，那就有多远滚多远呗，滚啊！好啊，没问题，我明天下午去找您。好的，明天见。哎，我过去打个招呼啊。这么开心，有什么好事发生呀？恭喜您获得了1等奖，是不是？是我老师找我，约我明天见面。哦，我跟我老师好几年没见了。上一次见面，我还在历史出版社工作呢。时间过得真快。那这么长时间没见，突然给你打电话，肯定是有好事儿。坐呀！哎，来，谢谢罗老师。我们有3、4年没见了吧？有了。哦，罗老师，您之前从中东送给我的耶里哥玫瑰我已经收到了，我还想着当面想谢谢你。谢谢什么呀？我呢，也是听到那个故事之后啊，兴致所致，顺手寄了你一颗啊。我喜欢你啊，像他一样，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，利用蜷缩和枯萎，保全生命的最后元素，1年、2年，甚至好几年。一直等到有了适应的环境，遇到了雨水，迅速恢复生机。没想到罗老师送我这礼物还有这层意思呢。我也没来及试，你试过吗？真的能活吗？能活，整个过程都是我跟我儿子一起见证的。哦，非常的神奇。孩子多大？孩子6岁了，今年该上小学了。啊，不容易呀！我知道带孩子很不容易。除了带孩子，你对明史还感兴趣吗？感兴趣啊，罗老师，说真心的，我对历史的兴趣1分钟都没有放下过。比如说，我之前觉得明代的税收是由于官僚系统的迂腐和无能造成的，但是通过这几年我自己的归纳和总结下来，我发现，这不是仅仅几个人造成的，而是一个历史的走向问题。好啊，看来这几年你并没有放弃学习。正好，我这里有一个相关的研究课题，想不想参与进来啊？我当然想参与，只要罗老师不嫌弃我。那孩子怎么照顾？时间上你方便吗？时间是这样的，我周1到周5呢，上午下午都要接送孩子上下学。我儿子每周还有2次钢琴课，还有2个兴趣班，除此以外的时间我都可以。